Hello， 我是欧车部，欢迎来到自由市场胜于战力的系列影片。那这一集呢是小前锋篇，按照惯例，影片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会介绍现在还在自由市场待价而沽的球员，第二部分则是会列出各支球队在这个位置的战力和名单，并稍作分析和讲解。最后再来总结哪些球队会需要补强。那目前自由市场剩下的小前锋名单如下 ：Corey Brewer、Josh Hustis、Joe Johnson、Quincy Pondester、Nick Young、Paul Zipser、Jakar Simpson 以及 Richard Jefferson。第一个要来谈的是 Corey Brewer， 这名浪人上任季虽然在湖人表现十分的差劲，但是被裁掉并前往雷霆之后呢，其实整体表现并不算差。湖人时期仅 18.6% 的外线命中率，到了雷霆之后竟然有联盟水平的 34.3%， 场均 10.1分、3.6篮板、2.1抄截，几乎完美补上了季中失去了 Andre Robertson 的缺憾。即使在季后赛6场比赛当中 ，Brewer 的表现依旧没话说，45.5%的三分命中率以及场均 1.2 抄截、0.8火锅的表现，确实证明了他的实力依旧存在。老实说，我挺意外他现在还在自由市场，即使已经32岁了，但好歹也算是符合潮流的摇摆人。问题只是他的外线能力究竟是不是真的练出来？毕竟如果你看看他生涯的三分命中率，只有雷霆时期的数据是联盟水平以上。如果他能够证明这并非昙花一现的话，其实我认为火箭会是不错的去处。再来是同样来自雷霆的 Josh Hustis， 这名67岁的前锋，原本预计模板就是 Andre Robertson， 然而3年下来，确实证明他是破产版的版本。防守功夫虽然有心理上的优势，但是在判断的脚步上有不小的差距。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进攻端非常难以融入体系，原因在于球场的空间感和跑位判断极为的贫弱。而就算接到球好了，也因为自身的手感非常硬的因素，距离篮下0到3尺的命中率仅仅只有 48%。Hustis 的问题还是在于球技非常的粗糙，和篮球智商不足。现年已经26岁的他早已过了成长期，初步预估应该很难在 NBA 继续生存下去，除非他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改善，或至少把三分练到一定的水平才有机会。今年夏天到现在呢，真的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仍待在自由市场。37岁的 Joe Johnson 也赫然在名单当中。其实他在上一季的表现早已衰退了不少。小三不断的他，在被交易掉并买断加入火箭之后呢，各项的基础和进阶数据也在显示他的老态。16-17年赛季还有 41.1% 的三分命中率，到了上季也只剩下不到3成的表现。加上了在防守端逐渐缓慢的脚步，也让他跌出轮替名单。最近的相关消息必须要追溯到5月29号，当时他表示愿意签回火箭，并试图拿到一枚冠军戒指。然而他上季后半段的表现，老实说实在很难让人信服。或许他剩下的价值大概也只剩下提供老将价值了吧。在还没受过重伤之前呢 ，Quincy Pondester 曾经是灰熊非常好用的3D型前锋，67岁的身高搭配了70的臂展和优异的体能，加上了曾单季高达 39.5% 的三分投射能力，即使后来被交易到了鹈鹕，却依旧缴出了 43.3% 的成绩单。然而在2015年，在鹈鹕时期遭逢了伤病潮的 debuff，2年之间动了3次的左脚膝盖关节镜的手术，更是在第3次的手术之后感染了 MRSA， 也就是所谓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，这是一种非常难处理，而且有极高的几率导致死亡的并发症。鬼门关走一遭，他尽管总算能够在公牛重新的打球，但似乎是因为太久没打球因素，仍在适应强度。他的问题依旧是能否健康的出赛，2个空白的赛季，以及好不容易复出但是表现十分糟糕的半季。他必须要先证明自己的续航力和耐战力，才有可能有下一张合约。其实单看数据而言 ，Nick Young 的表现并不算差，就算以场上表现来看，也足够拿来当做背书。尤其是季后赛的防守端更是令人刮目相看。但是勇士选择不续留他，确实是有其道理的存在。或许是因为生涯当中未曾待过有完善进攻体系的球队因素，导致他在战术上的解读和判断过慢，甚至时常出错。也因此他在勇士的进攻端只剩下了投球的功能性，防守端也是因为相同的因素，导致他融入勇士体系的速度远比预想中来的缓慢，甚至根本可以说是没有发挥到长处。其实如果撇除掉这些问题不谈的话 ，Nick Young 依旧还有板凳砍分手的能力。防守端经过勇士体系的洗练之后呢，也有不小的成长。或许他会是火箭不错的补强人选。这一名来自德国前锋 Paul Zipser 在公牛确定签下 Jabari Parker 之后遭到了裁员，正式进入了自由市场。不过他老早就在5月18号就宣布了因为脚部的手术整季报销，因此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怎么意外。健康的他严格来说定义成射手会比较好理解一点，防守普普，而进攻多半是依靠篮球智商和判断为生。体能不算好，但是因为拥有68寸的身高，定位大概会是30号位游走外围射手。目前因为手术的因素，尚无法得知他的情况如何。
即使过了2-3年并离开了费城 ，Jakarta Simpson 问题依旧还是那些。尽管他拥有了成为外围防守大锁的生理素质和体能速度，但是稳定性不足和犯规麻烦问题还是存在。事实上，他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球场解读能力不够好。进攻端虽然跑位和快攻能力有进步，也稳了不少，然而投射端的硬伤依旧没有修正，就连在发展联盟3分命中率连30%都不到。由于他在 NBA 的年资已经超过了3年，按照规定不得再签署所谓的双向合约，因此个人猜测他会有很大的几率将前往海外找工作了。Richard Jefferson 应该是没什么好谈的啦，年纪38岁，他也只能提供所谓的老将价值了。上季在金块仅出赛20场而已，目前看起来就算他不自行宣布退休，大概也迟早会消失在赛场上了。好的，以上大致上就是目前还在自由市场的小前锋简介。接下来就是各支球队的深度和需求，老样子我就分成各大分组来做分析和检视。再次说明一下，图片的文字上上色的差异。图片的黑字代表的是全额保障合约，红字代表的是他不止这个位置可以打，黄字和灰字所代表的是部分或是非保障合约，或者是合约状态不明确的球员。首先是大西洋组，各队的战力名单如下。基本上 ，Gordon Hayward 会是先发的小前锋。至于不少人会担心的 Jason Tatum 呢，没意外会是先发的4号位了。总教练 Stevens 本来就是主打3前锋的阵容，所以不需要太过的担心。爆冷部分大概需要担心的就是 Anunoby 的定位。理论上来说，我认为应该会有不少的机会让他拉到小球的4号位，甚至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直接移到2号位也是有可能的。尼克有消息传说，打算先让 Kevin Knox 从板凳开始打起，因此呢，空间力应该会先代办一阵子的先发。其他人的跳过不谈，篮网在 Fred 持有大麻被逮捕之后呢，个人猜测可能会转眼延续上季的布阵，摆上双前锋 DeMar Carroll 在还没有被交易之前，应该还会是先发。虽然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能够让 RHJ 回到3号位就是了。基本上这个分组看起来都不太缺侧翼，甚至在人手上都还有一些拥挤。接着是中央组，各队的战力名单如下。基本上，我认为无论 Rodney Hood 打哪个位置，奥斯曼没有意外的话都能够获得先发的位置。希望他能在新的赛季有更好的表现。板凳时间应该会由交易入队的 Decker、J.R. Smith 和 Noah 一起分食。六马在补进了 McDermott 之后，也差不多不需要再补小前锋了。毕竟另外一个摆法就是把 Tyreke Evans 拉到3号位的选择。公路没啥好说的，人手就长图上面这样子嘛。值得注意的是呢 ，Muhammad 签的是非保障的训练营合约。活塞应该还会再给 Stanley Johnson 先发的机会，希望即将换约他能够在新的一年打出突破的表现。公牛理论上就是摆明要让 Parker 回到3号位打。至于受过2次大伤后的他是否还能够打回3号位呢？我个人是抱持怀疑的角度。纵观来看，这个分组也没有补强侧翼的必要性。再来是东区的最后一组，东南组，各队的战力名单如下。上季表现脱胎换骨的 Richardson 应该会是先发的3号位，至于即将换约的 Winslow 大概会是3、4号位游走，也有可能直接拉上先发的4号位。沃斯没有什么问题。最后一格的 Jeff Green 单纯只是想要表达，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呢，他也能拉回3号位帮忙支援。黄蜂看起来会是Batum先发 ，MKG 板凳，选进来的菜鸟 Miles Bridges 在新赛季恐怕很难会有上场时间可以练功。魔术基本上会像上季一样用 T-Ross 先发 ，Isaac 从板凳出发，直到打出成绩或者是前者被交易。老鹰没意外会是由 Taurean Prince 先发。至于板凳，我个人猜测可能会是 Justin Anderson 先抢到上场的时间，毕竟新任的总教练前一份工作是76人助理教练，先用他的几率相较之下是比较高。对，这个分组看起来也不太缺侧翼。好的，东区谈完了，我们就来谈西区。首先是西北组，各队的战力名单如下。通往者还是那个死样子，所以就跳过。雷霆在板凳部分呢，应该会让 Timothy Luwawu-Cabarrot 为主要的轮替，毕竟 Jeremy Grant 没意外应该会直接拉上先发的4号位。爵士方面就有点人手过多的情况 ，Joey Crowder 应该会偶尔支援小球4号位的上场时间。Royce O'Neal 因为他的合约到明年1月10号才会正式转为全额保障，因此他自己恐怕要加一点油。虽然我个人是挺怀疑 Safadosh 还有多少公益就是了，会让看起来真的很缺啊。好，这边就算加入了教练因素好了，好歹也该补强个能够在2、3号位游走侧翼嘛，例如说旧将 Brewer 或者是 Nick Young 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尤其是 Nick Young 还能够直接顶上板凳的火力。尽管没有意外，就是 Batum 上先发，板凳只是呈现大乱斗的情况。我个人是已经先把 Craig 摆上了替补2号位，因此这里就是图上3个人竞争。Michael Porter Jr. 先撇除掉的话，就是 Hernan Gomez 和林等竞争。个人预计前者会先拿到上场时间。再来是太平洋组，各队的战力名单如下。
勇士他们看到 QO 还没放弃以前，名单就已经满了，所以这也直接跳过。快艇的阵型看起来只是比较畸形一点，能够打到3号位的人手，严格来说算是刚刚好。这里的严格呢，指的是 Gallinari 要能够健康出赛至少70场比赛。湖人看起来应该会是LeBron打先发的3号位，不过曾有成员指出，他有可能在新赛季打4号位，所以这里先打个问号，表示疑虑。板凳端就要看先发阵容如何摆了。这里先摆上了 Lance Stevenson 作为主要的替补战力，太阳基本上就是 Josh Jackson 和 TJ Warren 在轮替 ，Mikal Bridges 和 Ariza 预计会是4号位为主。国王上季最常打小前锋的 Tempo 已经走了，因此应该会有 Bogdanovic 拉到先发3号位。至于板凳方面呢，我也只能摆上 Bjelica 啦。但是对于他是否能够打3号位呢，我个人是挺怀疑的。只是国王禁区真的是大爆满，所以除了把他拉到3号位之外呢，我还真的找不到给他上场时间的办法了。最后是西南组，各队的战力名单如下。老实说，我认为火箭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Nick Young 和 Corey Brewer。当然，这两个人各自都有缺陷和疑虑。Nick Young 的战术解读能力不太好 ，Corey Brewer 只是还没有办法证明三分能力是真的稳定的准。但是以现在自由市场人手来看，却已经算是比较好的选择了。前几天用训练营合约签下的前锋 Caboclo， 虽然人高手长，但是严格来说，他连证明自己能够在 NBA 等级打球能力都还没有。发展联盟虽然看起来有把外线练起来，但是毕竟 NBA 和发展联盟还是有差啊。鹈鹕其实比较需要的是战力的提升，而非补充战力。顶多要不要想看看 Nick Young 和 Corey Brewer？ 目前鹈鹕虽然名单已经有17名球员，但是其中包括了4张部分保障合约和1份非保障合约。换句话说，算是还有3名球员空格可以竞争。马刺在侧翼战线上看起来是有点陡，预计会是由 Rudy Gay 担任先发，板凳则是会有新同学 Cunningham 和老将 Ginobili 一起分担。由于昨天晚上传出了 Ginobili 考虑退休的消息，个人认为马刺会需要再补一名3-4号位坚韧的球员。以类型来看呢，我会比较推荐 Paul Zipser 这名篮球智商和战术解读有一定水准的欧陆射手。灰熊之后可能会在 Marc Gasol 下场之后转打小球，让 Kyle Anderson 拉到4号位，3号位只是由 Tempo 担任。中后一格的 KSP 应该会是3-4号位游走的射手，初步预估会是由4号位为主轴。小牛们意外会让 Doncic 直接拉上先发3号位。至于 Harrison Barnes 预计应该会是先发的4号位，等到 Doncic 下场之后呢，才会拉回3号位，并把4号位的位置给予 Dirk 或者是 Paul。Finney Smith 应该会是吃掉剩余的零星时间。总结来说，缺乏侧翼战力的球队大致上就是灰狼、火箭和马刺。不过比起灰狼，是真的有补强的需求，后两者比较没有当务之急。火箭和明年的买断市场可以期待补进像是今年Joe Johnson的案例，马刺甚至可以依靠发展联盟填补战力，甚至把 Bertans 拉上代打3号，或者是让 Murray 打到3号都是可行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小前锋篇。那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自由市场剩余战力，我预计会在8月底前收尾，并在8月的最后一天会有一个题材特别的影片，还请各位耐心等候。由于魔兽世界的剧情我也解到后期了，因此出片的频率应该会更加快吧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真的在等我救他，只要是需要。那影片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想要看到更多极致之前的看法的，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者是 IG 上逛逛。我是后撤步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虽然是魔兽世界的剧情快要解完了，可是红彩6号多了一个，不对，应该是攻守方各新增的一个探员呢。我记得没错，好像是一个是电盾，然后一个是烧墙吧。好想玩啊！